前天，我有幸搭乘了一辆 Uber 女司机的车。这位女司机虽已年过60，却精神矍铄，浑身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时尚韵味。那精致的穿着打扮，让她看起来全然不似一位普通的司机，反倒像是即将漫步于时尚街区的摩登女郎。行车途中，我们相谈甚欢，她也缓缓向我诉说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疫情在欧洲初露端倪之际，她正在法国，且不幸成为了较早一批感染者。彼时，巴黎时装周正如火如荼地筹备着，她在时装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然全身心投入其中。然而，时装周尚未正式拉开帷幕2天，她便突然丧失了味觉，随后被确诊感染新冠。那时的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初期极具杀伤力，死亡率颇高，整个欧洲的医疗体系都被打得措手不及，口罩等防护物资极度匮乏，就连药物都供应不足。要知道，后来广泛接种的疫苗也是在疫情爆发1年多后才问世。患病初期，除了少数无症状或轻症患者能侥幸逃过一劫，其余的人几乎都要直面死神的凝视。他确诊后，只能通过电话与医生远程沟通，医生让他留下地址，承诺会设法寄药过来。当收到药物时，他满心失望，那仅仅是几排感冒药和普拿疼之类的常规药品，但他别无他法，只能凭借这些少量药物，再加上从台湾带来的一些常备中药，艰难地熬过了整个患病期。当时他居住在巴黎的一栋老公寓里，一层仅有2户人家，隔壁住着一位年长且生活考究的法国老先生。在他患病初期，老先生得知他家中未储备食物，便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将自己好不容易搜罗来的物资慷慨地分给他。每次采购回来，无论物品多少，他都会仔细地分装在纸袋里，轻轻放置在他的家门口。为避免直接接触，老先生还与他约定，每次放好食物后，便会回到家中拉起小提琴。而他每当听到那悠扬的小提琴声，便会拖着虚弱的身体，缓缓移至门口，取走那份饱含善意的馈赠。彼时的巴黎宛如一座被阴霾笼罩的空城，风声鹤唳，物资紧缺到了极点。老先生四处奔波抢购而来的，往往只是寥寥几颗马铃薯，些许卖相不佳的青菜，还有那令人难以下咽的面包。女司机曾打趣说，在法国，面包做的难吃简直是一种罪过，牛奶和鸡蛋更是一度断货。但在他生日那天，老先生却在纸袋里悄悄塞进了半瓶葡萄酒，并附上一张纸条，困难定会过去，你必将康复。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那一瞬间，他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眼眶也不禁湿润了。他在患病后足足挣扎了1-2个月，才逐渐恢复了些许健康，但新冠病毒还是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直至如今，他的肺部功能都未能完全恢复如初。他回忆道，刚患病时，哪怕只是走几级楼梯，都会眼前发黑，气喘吁吁，冷汗如注，胸口仿佛被一块巨石死死压住，几近窒息。不过，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从病毒的魔掌下逃脱了。然而，命运似乎并未放过这栋公寓里的人们。在他逐渐康复之时，老先生却不幸感染了。法国人骨子里的那份固执，在老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像他这样的法国老头，
他坚持每天出门，且坚决不戴口罩，声称宁可生病，也不愿放弃自由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无论旁人如何苦劝，都无济于事。女司机说起老先生时，语气中满是无奈与哀伤。老先生每天都会以遛狗为由出门，四处寻觅食物。因为当时公寓里的几户独居者都已患病，还有些家庭因有孩子而不敢出门，生怕孩子被感染。老先生变成了少数健康且勇于出门的人。他每次出门前总会乐观地说，我有预感，今天一定能给大家找到新鲜番茄，然后戴上帽子，牵着狗潇洒离去。但奇迹并未降临在老先生身上，他感染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再也无法像往常一样为大家张罗食物。于是，公寓里的其他人纷纷接过他的接力棒，每天为老先生派送食物，并再三叮嘱他按时服药。角色发生了转换，他开始将分派到的食物放在老先生的门口，轻轻摇响铃铛，示意老先生出门取物。起初，老先生尚有精力与他隔着门简单交谈几句，声音虽显虚弱，却依然透着那份乐观与豁达。可渐渐的，他察觉到老先生的体力越来越差，呼吸变得粗重而急促，咳嗽声也不绝于耳。他心急如焚，赶忙致电医院，然而医院却因床位紧张而无法收治，只能让他继续观察。翌日，他的朋友从乡村赶来，带来了新鲜的鸡蛋和牛奶。他满心欢喜地想要第一时间分给老先生，可无论他如何摇铃，门后却始终毫无动静。只有老先生的狗发出阵阵呜咽低鸣。他顿感不妙，急忙打电话通知医院和警察。当门被强行打开时，他看到老先生已虚弱不堪，随后被抬上担架匆匆离去。从此，老先生再也没有回来。女司机心生怜悯，收养了老先生的狗，可那只老狗却仿佛始终无法接受主人离去的事实，总是静静地坐在门口等待。每当有人上楼，它便会立刻警觉起来，眼中闪烁着急切的光芒，在门口不停地低鸣打转。他看着老狗，心中满是酸楚。他多想告诉他，放弃吧，他不会再回来了，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随着欧洲逐渐解封，在疫情尚未彻底结束之前，老狗也悄然离世。那天清晨，他醒来后发现狗狗像往常一样躺在门口，似乎仍在等待着主人的归来。可当他走近，轻轻触摸时，却惊觉狗的身体早已僵硬冰冷。那一刻，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悲痛。疫情的肆虐不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摧毁了他的健康，还无情地将他辛苦打拼的事业化为泡影。他曾经一手创立的公司，本有着大好的前景，却未能熬过这场浩劫。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结束营业，从此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为了偿还债务，他忍痛卖掉了所有的房子和资产，最终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台湾。回想起年轻时，他怀揣着满腔热血与梦想，毅然决然地奔赴欧洲闯荡。本以为能闯出一片天地，却没想到半生已过，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两手空空，满心疲惫。回到台湾后，他心灰意冷，躲在老家，整日借酒消愁。每天清晨醒来，望着眼前的一切，他的心中便充满了对命运的怨恨与不甘。
他觉得苍天对自己太过不公，对世间的一切都充满了愤怒。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只有酒精能暂时麻痹他的神经，让他忘却内心的痛苦。他开始拒绝与任何人接触，尤其是亲朋好友。他害怕看到他们眼中的怜悯，更厌恶向别人解释自己的遭遇。因为每当有人表示相信并给予同情时，他都会觉得那是一种对自己的侮辱，仿佛在告诉他，你已经如此落魄，而若有人表示怀疑，他又会感到无比的委屈与愤怒。心想，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我何必编造谎言？就这样，他陷入了一个自我证明与不愿证明的怪圈，无法自拔。他曾有过一段婚姻，育有一女，女儿成年后回到台湾发展。在他谪居老家的日子里，女儿每月都会前来探望，看着屋内堆积如山的酒瓶，女儿心疼不已，默默地为他收拾着屋子。一日，他又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宿醉醒来后，头痛欲裂，恰逢女儿前来，女儿一边收拾着凌乱的房间，一边轻声劝道：妈妈，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病毒已经让你遭受了一次打击，但若继续如此，你将会彻底毁掉自己。他心中明白女儿的话句句属实，自己作为家中的中流砥柱，上有年迈的母亲需要赡养，下有年幼的女儿需要照顾，怎能如此消沉？可他却又迷茫无措，不知该如何重新面对这破碎的人生。他也曾试图走出家门，寻找一份新的工作，可离开熟悉的行业后，他才发现自己竟一无所长，而曾经的事业失败，也让他失去了重拾就业的勇气与信心。更何况，已过花甲之年的他，觉得自己很难再找到一份体面的职业。女儿看着他的彷徨与无助，平静地开导道：妈妈，不要去在意职业是否体面，也不要过多地考虑能赚多少钱。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迈出家门，重新融入这个社会，重拾生活的信心。哪怕只是一周开1-2个小时的车，出去晒晒太阳，吹吹风，与他人交流互动，也比整日待在家里要好。你不是会开车吗？不妨去开计程车，开 Uber 吧。在女儿的鼓励下，他终于鼓起勇气，考取了职业驾照，踏上了新的征程。他说，从第一天开车上路至今，已将近1年的时光，从最初一周只开2个小时，到如今每天都能坚持开车4-5个小时。从一开始的沉默寡言，不愿与客人交流，到现在能热情地与每一位乘客打招呼、畅聊。他深切地感受到这份工作给自己的人生带来的巨大改变。我刚上车时，本因疲惫而不想多言，但渐渐的，我被他的故事所吸引，听得入了神。我由衷地觉得，他的经历犹如一部真实而动人的人生传记，记录了从彻底的绝望与毁灭到一步步艰难重建的全过程。我不禁问道，开车真的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让您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吗？他微微浅笑，感慨地说，其实并非开车本身具有魔力，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与形形色色的人对话相处，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与力量。起初，我只是机械地将乘客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不愿与他们有过多的交流。但渐渐的，我听到了他们在车内与家人的温馨通话，与客户或老板的严肃交谈。他们也会主动与我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或是工作中的烦恼与成就，又或是对未来的憧憬与担忧。
因为彼此只是萍水相逢，没有太多的顾虑与负担，所以他们都能坦诚地向我倾诉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听得多了，我突然意识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经历着不同的酸甜苦辣。我之前之所以觉得自己痛苦不堪，是因为我一直只沉浸在自己的不幸之中，而当我开始关注他人的痛苦时，我才发现自己的痛苦似乎也并非那么难以承受。他接着说道，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一次载客经历中。那天下午，他搭载了一位刚从医院出来的女乘客，路上闲聊时，他才得知，这位女乘客已是癌症晚期，癌细胞大面积扩散，医生已暗示她做好最坏的打算。她满脸震惊与疑惑，忍不住问道，医生这样说，是让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女乘客却淡然一笑，豁达地说，大概是让我准备后事吧。我得趁着脑子还清醒，去给自己挑选一套合适的丧服。她听闻此言，心中大惊失色，而女乘客却始终保持着那份坦然。她的目的地是百货公司。她说，我要在最后的时光里为自己留下最后的体面。女乘客下车后，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回家的路上，她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停车大哭了一场。那一刻，她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曾经的种种，法国老先生的善良与固执，那只永远守在门口等待主人的老狗，自己曾经辉煌如今却负债累累的公司，卖掉的房子和所有资产，以及那段借酒消愁的灰暗时光。他不禁感叹，人生中的许多事情看似毫无道理，却又真实地发生了。而活着的人，除了勇敢地面对和承担，别无选择。无论心中有多少不甘与痛苦，都必须学会放下过去，才能继续前行。那次痛哭之后，他仿佛如梦初醒，彻底清醒了过来。回到家后，他毅然决然地将家中所有的酒瓶清理干净，重新整理了屋子，决心告别过去，重新开始。他坚定地说，虽然我曾被现实击垮，但那又何妨？人生就像一场旅程，有些阶段只有经历彻底的毁灭，才能迎来真正的新生。如今，他每天都会满怀热情地开车上路，迎接每一位乘客。尽管身边不乏一些闲言碎语，那些亲戚朋友总是尖酸刻薄地评价他，曾经那么风光，如今却只能开计程车，但他早已不为所动。他微笑着说，以前的我太过在意他人的眼光，过分关注成败得失，总是不自觉地与他人比较，一旦听到别人的议论，心中便会感到无比难受。但现在我已不再如此，我只在乎自己是否过得快乐，是否能真正享受生活的每一天。下车时，我真诚地向他道谢，感谢他与我分享了这样一个看似平凡却又无比真实深刻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逆袭，没有热血沸腾的东山再起，只有一个普通人在命运的起起落落中，学会放下，重新出发。她或许会一直安心地做一名女司机，又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开启新的篇章，只是我尚未有机会知晓。她的那辆小车，就像是人生无数个新起点的象征。有人乘坐它奔赴希望的彼岸，有人乘坐它走向生命的终点，而我只是这短暂旅途中的一名过客。我深深地被他那句人生有些阶段必须要经历完全的毁灭才能真正开始所打动。当他说出这句话时，
我仿佛听到了来自命运深处的启示。或许，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沉淀与磨砺，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内涵。而他所说的毁灭，又何尝不是一种放下呢？人生的某些阶段确实需要我们勇敢地放下过去的一切，无论是荣耀还是伤痛，才能轻装上阵，开启全新的旅程。而这重新开始的新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未知与惊喜的奇幻之旅，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能理解的人，自会在心中产生共鸣。而尚未理解的人，也不必强求，因为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在时间与机缘的磨砺下，我们终将领悟其中的真谛。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并且让你深有感触，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瑞一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